正峰，我们刚刚提到台积电的这个所谓泄密案件，现在东京威力科创的社长已经来了，为什么来？紧张啊，吓得要死。结果现在听你讲，我才知道一件事情，现在台积电厉害，在玩一个两面的手法。一边我把所有的资料、相关资料，我能给的资料都给所谓的检察官；另一方，我跟东京威力好好谈。今天这个两面的拉扯。哪个地方没有谈拢的，其中另外一方施力就施得越大力了。没有错，现在台积电现在在玩，刚赵哥讲的两面手法，它现在是单点开花，多线作战。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很多人说，以前2000年的时候是不是有个中芯案？那时候中芯是不是借这个台积电的一些营业机密嘛？然后2002年的时候，台积电就在台湾提告，隔年就在美国加州提告嘛，对不对？后来搞了7、8年吧，后来2009年才跟中芯和解嘛，那当时台积电就是靠着一直提出刑事告诉，最后拿到3.75亿的这个和解金美金，然后再加上10%的中芯股权，对不对？可是这一案我们可以看出，你看台积电这一次提告的范围里面，并没有东京威力科创所以以前以刑逼民的手法在这一案并不适用变化了，变成以民逼刑，没有错，会变这样子。对，赵哥刚讲到一个先民后刑，没有错。现在看起来这整个操盘的状况跟以前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案子营业秘密法都是地检署在办的，对，但是这件是像你办理怎样？高检署的制裁分署就是2审为什么我们讲也较特殊呢？因为它是国安案件，国安案件是不能撤告的啦。我们刚刚讲中芯案，它搞了那么多年，是因为后来撤告和解嘛，对不对？对。但是这一案，如果你一提告，它是不能撤告的，不能撤告的。对，它是非告诉乃论的公诉罪。所以台积电对于要不要把这个东京威力科创列为什么列为被告，它很谨慎。到底是谁决定要不要把东京威力这个法人列为被告呢？列选公机关，以前不是都是检察官吗？不是司法单位吗？因为司法单位你要去相关的地方，你要去搜索，你要去问，你得到答案，你才能一个一个慢慢这样串起来啊。对，这一次不是吗？不是，你看前几天大家去问检察总长邢太章，因为这案是他操盘的，对。就问伊讲，这案件进度在倒啦邢太章说这个我们会尽速侦办。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检察官应该是证据到哪我就办到哪，对不对？对。但是我跟你讲，这案是台积电要让你办到哪，你才能办到哪其实真正的引武者是背后的台积电，而台积电为了这案还成立了一个神秘的小组，在控盘，控这整个司法单位的进度。你会觉得怎么可能？我跟大家报告，就是这样。因为以前检察机关在办案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刚刚讲证据到哪里我觉得吴正峰涉案，我就另外签分一个案子，对不对？然后让吴正峰列为被告嘛，对不对？但是这件全部都是台积电这里面这一个神秘小组，资料传便便，被告是谁？6个被告是谁传便包好啥？好那个检察官讲，我跟你讲。我要告的范围就是这样啦，被告就是这6个啦你说他从人到涉案的范围，都是他没有精心策划过的，没有错，都是他一手设计的框架，这个高阶经理人团队小组所设计的框架，然后检察官只能在这个框架里面办案。然后呢，检察官呢，他如果因为我们通常办一办会觉得说，这就奇怪，台积电没来供解话，对不对？但是这样不是他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台积电的秘密的时候，他要怎么样？他要行文给这一个台积电的秘密小组，而这个对口就是台积电的副法务长叫谢福元，那谢福元收案之后就会上缴给他们的这个副总监法务长叫方淑华，对，那方淑华接下来就会把检察官的请求发交下去各单位，那各单位之后回来之后因为发交你讯息要回来之后不是马上给台积电呢，他们里面的小组高层要开个联席会议来决定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开台积电，后啦后这不重要，我们再后才会决定说什么东西可以让检察官看到。这也太严谨了吧？没有错，因为这个小组他非常担心营业秘密外泄。那为什么营业秘密外泄？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他们提起诉讼，对东京威力科创提起诉讼的话，那这个案子就会变成2个巨头在打架，对不对？2个巨头在打架，到了这个制裁法院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明，它的席次我们上次有说过是这边有一个 A 罩，这边一个 B 罩，就是一个原告一个被告嘛哈。啊，中有一个桌啊，会较特殊啦，中有一个桌啊，较长长的桌啊，大概2公尺的桌啊哈，桌上就会放着大家的营业秘密券。你知道那一票的营业秘密券可能就上百亿啊！所以台积电很谨慎，他如果把这个东西丢出来的话，东京威力会看得到。因此，他现在必须要非常的那个框架要由小慢慢变大，然后由这个方式，就是说我跟你讲哦，你东京威力哦，你这么想要谈判哦，如果你谈判不如我意的话，我有可能怎么样？给你追加成被告哦，我就东西给出去了，表示什么？我实质可能有掌握一些什么，但我现在我先忍住，我先跟你谈谈看这个筹码。如果你的这些筹码给我的，让我觉得我不喜欢，或者是没有得我的意，我就出手了。他就出手了，所以他是先明后行，慢慢的挤牙膏挤出去，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台积电其实在这案的诉讼里面哦，它的各方面的策划都面面俱到啊。他甚至呢还试图想要挖角一个检察官去他的法务团队哦。这个检察官他是新北地检署调法务部国际及两岸法律司的一个检察官，姓林，对，叫林玉璇。哈，这个林玉璇呢，他是司法官帮54期结业，然后台大，然后 Harvard 的那个 Law School 的 LLM， 对 LLM 就有点像我国的那个法律硕士，好 LLM。那他前年调那个国两司办案，对，办事。然后他负责这个欧洲股啦，欧洲的这一些部分。然后这个现在台积电哦，想要挖他去，你要知道要挖检察官就困难的，你知道吗？因为检察官其实你算，因为大概做18年，他年薪就大概300万嘛吼。伊54期嘛，他大概再做个7、8年，他的年薪就可以300万了。如果继续留在检察界的话，所以如果台积电要挖他的话，上无我算爱4、500万呐。敲鬼了！你说他如果今天挖去台积电的话，4、500万起跳，对，甚至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他现在可以这样子4、500万的挖，就代表一件事情，台积电的法务这阵容也太强了，根本是豪华阵容哎。台积电的法务大概在台湾应该数一数二的强。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一般他如果去那边做法务，一般的法务哦，我跟你讲，一般外面的小公司的法务哦，大概年薪大概60、70万呐。对啊，一期大概我都要讲4、500万嘛，我跟你讲。这个是里面的军属啦，所以里面的法务各个的薪资都不输工程师哦。那我跟大家说明，他们之前甚至如果你干到法务长的话，你知道吗？我举一个例子，他们之前有一个法务长叫陈国慈，1997年进去，然后2001年离职，4年然后4年，你知道他拿了几张台积电的股票啊？多少张？分红而已哦。你讲一年5张、10张、100张差不多，对不对？我跟你讲，他拿了数千张的台积电股票，所以如果你用3000张算的话，它现在市值是多少？是30亿台币。所以台积电的法务团队强不强啊？因为有钱就有人才嘛，对不对？那我刚讲的这个林玉璇呢，我认为台积电挖它就是要用来对抗东京威力科创这个案子，因此我认为东京威力科创现在踹了一蛋。慧珍，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为什么台积电愿意高薪去挖角，甚至他的法务团队豪华的阵容，因为都知道一件事情，营业秘密是一个企业的根。你今天营业秘密被偷，你就宅戏啊！为什么你的优势就没有了？所以你发现哦，他这个抗争的画面是越来越大，群聚的人越来越多。这很凶直接把印有习近平脸的这个旗子直接撕毁的，而且直接就说 CCP out，CCP out，No China。No China， 你看里面几乎全部都是年轻人然后原本第一次的时候好像是5月还几月的时候，现在没有想到几乎每个礼拜，他们说现在是几乎每个礼拜在明洞啊，在这一些比较流行、比较多人的那个商业区，全部很多都是走上街头，就是在抗议中国，而且呢，甚至呢会最后到了中国驻韩大使馆前面，直接就烧5星旗，或者是烧刚刚提到的习近平的他的脸的一个相关的国旗显见什么？就是韩国现在反中共的意识真的是高涨，对于这些韩国人来讲是非常深层的一个恐惧。主要就是他们很多企业，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技术
都被中国给偷走了。被中国给偷走之后，变成是你韩国的企业，哇，在全世界市占率竟然被中国给引起直追赶过。所以这就是影响到他们的生存权呐。说，我如果比如说他现在有一家公司，这个是长江存储啊，它在全世界的这一个快闪记忆体的市占率是8.2%左右，结果还排名第6。但是他说，在2年的时间，他就一定会超过三星，然后呢，会在那个追上美光跟海力士，哇！三星是他们在韩国是相当于什么样的地位？是相当于护国神山台积电的地位。没有想到，在这一个快闪记忆体已经被人家呛下，直接说我会超越里面。对，那为什么？其实也是因为当时他们很多这个三星跑到西安还是跑到哪里去设厂，技术就这样子一点一滴被中国给抢了，给偷了。另外在低润一样也是啊，他就告诉你哦，我这个在第4代的HBM3呢，也是高频宽的这个记忆体部分，我下半年就会跟三星海力士还有美光并驾齐驱哦，可能就是输他们一些，哇，你就心里想说追得这么快，所以韩国人看到这个数字，他快气死了。你有这一些的成就，你就偷我的，是很多都偷了。所以我们之前我们的那个谢社长谢金河谢社长就提到一个说什么南韩护国神山的一个教训啊，他就提到他说三星现在正在崩溃当中啊，三星之于整个韩国地位，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护国神山，可是在他的那个创办人辞世之后，那个少主啊，也就是李在镕陷入了之前的一个总统朴槿惠他相关的一个贪污行贿相关的案件当中，所以陷入那个政治风暴当中，然后自己被抓去关。而在这一个期间里面，哇，他技术也是一样被偷然后被分割，所以导致现在整个三星在各个领域上可以说是市占率都节节衰退。其实刚国政有提到，就是什么技术跟经营权，对，这2个东西是你要紧紧插在手里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台积电这一次所谓的间谍外泄这些事件是会用国安法里面来追诉，最重的竟然是高达12年主要原因就是认为我们这个高科技对我们来讲真是攸关国家经济命脉的国家安全呐。然后最新你知道，像是京东方这是8月14号吧，一个新的判决在美国，因为美国三星这个三星在美国已经真的是都快崩溃了，所以三星就向美国的他们一个相关 ITC 也就是国际贸易委员会去提出一个诉讼，所以他现在已经被中国欺负到，对，我找美国老大哥，你还当公正，你还评理啊？是这家伙拖得太夸张了。是，我们其实之前有提到，美国现在不在考虑一件事吗？就是制裁权这个部分每一个厂商我都要跟你扒一层皮。为什么？就是因为很多像三星这样说，哎呀，老大做主那个小弟那个中国偷我的东西，那现在一样，就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三星就控诉就是说你这个京东方你就一直偷我的技术，你这个东西根本就偷我的，然后偷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竟然连苹果的那个大单你竟然取的还比我多来到22%，他们就心想说这也太夸张了嘛，怎么会搞到这个情况？所以他就状告美国，刚刚讲到 ITC，还他一个公道。8月14号，真的京东方就被美国这个 ITC 认定，就是说确实你这个技术是窃取人家三星的，所以呢你这个 OLED 的面板这个在14年在8个月。不可以美国的企业不可以采用，不可以跟你做生意。所以换句话说，京东方这22%的苹果订单就要吐出来了，就断掉了。所以这就是你看，美国政府也在帮忙，帮什么忙呢？就是弄一个所谓的非红供应链，完全零中国成分。你看右边夯不啷当，这是斑斑血泪耶！你看这都是什么？都是中国去窃取韩国技术的。你看包括2018年到2019年，有没有 SK 海力士前员工把技术偷给谁？偷给华为。然后2023年6月，然后呢，这个是他们的三星前高管窃取三星20奈米的DRAM的相关的技术哇！这个相关的技术高达30亿美金就这样偷过去了。对，这个图也太夸张了。来，你看到2021年到2024年，从9件、12件、22件、25件，结果
都是中国，都流到中国去，是越偷越夸张了。对，而且你知道中国现在非常厉害哦，他先把你的这个技术偷过来，叫你就用高薪把你的人带枪投靠，诱骗过来之后，他会怎么样？我现在有技术对不对？我下单给你中国韩国的这个生产的厂商，所以你有这个相关的技术，结果你的设备都被人家订走了，就变成你就算本身原技术是出自于你韩国厂商，你没有设备可以生产。廷尉，这一次川普真的是商人本色完全尽出，但是里面也非常妙，他在讲什么？从今年注意讲台积电，这代表一件事情，跟谈恋爱一样，你讲到这个人名字什么，心心念念。但是现在对于台积电来说，最大心是什么？我要如何去摸顺川普的毛，这很重要的。对，你知道川普一上台之后，都不断的在强调台积电是他的最主要的政绩。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台积电承诺他到美国投资多少，他一直在挂在嘴里。所以呢，他到处讲，跟欧盟讲，跟日本讲，跟很多国家讲，就代表说他心中真的是有台积电了。对。那重点是说，魏哲家也真的是非常配合他的一些相关政策，而魏哲家基本上不打高空，讲实话，其实才是他最主要的本性哦。因为我们知道做生意哦，而且川普他是生意人，他非常知道说做生意的最根本问题是在哪里，就是诚信问题。因为你如果不诚信的话，你什么生意都做不成，而且你就在诚信过程当中，你去做剽窃、偷窃，甚至侵害人家智慧财产权，这都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现在美国非常讨厌中国的最主要原因在这里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美国政府他现在已经在想办法，什么办法？就是以往来讲，拜登政府是透过所谓的补贴的方式，好，比如说补贴 Intel， 补贴什么？但是问题是这扶不起啊。那补贴也好来讲的话，那也是美国人纳税钱啊。那川普生意人嘛，他当然想说，那我干脆什么，就是把这种补贴变成一种投资的概念，我直接去买这种股权，那可能呢，股权份额不会说很大，没有错，但是至少可以参加这个公司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经营的内容啦，甚至于说可以有机会的话，还可以主导一些相关人士啊。那我们最主要来看这个台积电的企业文化，我们把台积电的网站上面的这个企业核心精神，把它抓出来看一下。哎，你看它其实非常简单哦。他说什么东西？他说我们说真话，我们不夸张，不作秀。对客户，我们不轻易承诺，一旦做出承诺，必定不计代价，全力以赴。所以整体来讲的话，为什么川普那么的欣赏台积电？其实台积电给他的东西，应该就是什么？就是为了在他展现出一种台积电的真诚的概念，展现出说我说到做到。我如果说做不到的，我不会轻易答应你。我今天如果答应你说要投资多少钱，我一定会做到。所以你看到在美国厂来讲，他如期的让他完工，如期的让他制造这些东西，也让这个川普的面子挂得住。所以今天来讲呢，魏哲家做到了这些事情以后，川普会特别信任他，川普特别会听他的话。所以我们说打进川普的核心圈了，其实魏哲家早就已经打进去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